震惊！乌克兰情报局普京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2天3轮空袭，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展开高强度打击，乌军突袭所系，机场爆炸起火，航班全面停飞。俄罗斯客机坠毁，49人全部遇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对乌首轮军援。基辅爆发罕见抗议，乌克兰战时社会发出清醒之声。乌军多线反击收复失地，俄军渗透波克罗夫斯克引发警报。美军17年来首次在欧部署核弹，威力达广岛原子弹3倍。亚塞拜然重磅出招，全面禁俄语与俄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对外情报局 FISU 近日发出警告，俄罗斯的冶金产业正急剧衰退，部分地区甚至濒临全面停产。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警讯，更可能成为引发俄国内社会动荡的导火索。FISU 在脸书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2024年俄罗斯钢铁产量骤降 8.6%， 而2025年第一季又继续下滑 7.2%。以卢布计算的出口价格暴跌 26%， 国内钢材需求将萎缩至3900万吨，远低于去年4300万至4500万吨的水平。曾经撑起苏联重工业的钢铁巨头，如今接连陷入亏损泥淖。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铁厂钢铁产量锐减 18%， 生铁产量也下滑 9%， 销售额更暴跌20%。新利佩斯克钢铁厂在2025年第一季竟然亏损超过1500万美元，利润缩水11倍。尽管如此，北方钢铁公司的超级富豪股东莫达雪夫却照样分得超2000亿卢布股息，这一切靠的是压榨企业与工人的最后一点利润。然而，就连该公司管理层也发出预警，整个俄国钢铁业正在走向全面停工。面对危局，俄政府虽承诺减税、砸钱搞基建来刺激钢材消费，但乌情报局质疑，在财政赤字持续扩大、预算紧绷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还有本钱吗？更糟的是，产业衰退带来连锁效应，失业潮暗涌，欠薪问题蔓延全国，煤矿、建筑、冶金、农业机械制造等行业已频繁传出罢工。FISU 直言不讳，俄罗斯经济正深陷泥淖，若工业重镇爆发失业潮，社会动荡极可能就在眼前。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连续打击行动，正将俄军的空军基地作为重点目标。据最新消息，克里米亚境内2大主要军事机场在7月23日遭遇乌军空袭。根据 Astro 的报道，乌克兰军队当天首先向俄占克里米亚的军港塞瓦斯托波尔发射了无人机，意图吸引俄方防空系统的注意。紧接着，乌军发起远程导弹打击，锁定了附近的卡察空军机场。现场居民称，基地周边传出至少10余次剧烈爆炸，伴随而来的是滚滚浓烟冲天而起，社交平台也流出大量爆炸画面和声音记录。几乎与此同时，克里米亚另一处重要空军设施贝尔贝克机场也拉响了防空警报。乌军导弹与无人机再度来袭，再次考验俄方的防御体系。截至目前，俄罗斯尚未发布官方回应，战损情况仍在评估之中，但这是克里米亚连续2天内遭遇的第3轮袭击。稍早前，俄方媒体还透露，克里米亚一座军火库发生剧烈爆炸，导致大量军用物资受损。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还炮击了位于黑海边缘、战略地位极为关键的金伯恩沙嘴。根据现场画面，这一地带正经历自冲突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俄军在当地的防御阵地陷入烟尘弥漫之中。自2025年初以来，乌军就频繁对这一地区发动攻势，试图撕开克里米亚与赫尔松之间的联系通道。此外，根据大林洋数据发布的最新情报评估，乌军已成功摧毁俄军一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这架飞机曾在此前的蛛网行动中被乌军锁定，卫星图像证实其损毁，显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空军的精准打击持续有效。在攻势持续推进的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在其他战线上不断出击。
数小时前，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突入俄境，向库尔斯克地区的乔特基诺军事基地投下了 GBU-39精确制导炸弹。根据现场消息，该基地的弹药库和掩体受到严重破坏。而俄方的防空系统面对如此密集、立体化的袭击，再次陷入质疑声中。近2周来，类似的突袭和打击几乎天天发生，俄军未能有效阻拦，显示其防空力量面临巨大压力。乌克兰再度出手，这次打击目标直指俄罗斯著名度假城市索契。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当地时间7月23日，索契国际机场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剧烈爆炸，引发大火。现场画面显示，位于机场附近的一座大型油库被击中后不断喷涌出巨大的火球，照亮整片夜空，场面震撼。俄军防空系统在袭击期间全程高度戒备。然而，据多家俄罗斯军方电报频道透露，一枚 S-300防空导弹在试图拦截无人机时失控坠地，反而加剧了索契机场的破坏。目前，索契已紧急取消所有航班，机场暂时停运。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惊慌的人群正在四散避险，很多市民躲入地下车库避难。有分析指出，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索契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震撼程度前所未有。俄方尚未就袭击事件作出正式回应，但机场关闭、油库爆炸已对当地造成实质性冲击。过去几周，俄罗斯的多座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内，机场运营频繁中断，空中交通陷入紧张。作为全球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索契以气候宜人、景色迷人著称，是俄罗斯人和国际游客喜爱的旅游胜地之一，旅游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此次袭击势必对当地旅游与相关产业造成沈重打击。与此同时，乌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透露，克里姆林宫正在筹备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军计划。据称，俄罗斯计划拨款高达 1.1万亿美元，目标是到2036年完成军力升级，并新增多个军区，战备扩张已全面展开。此外，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代号7月风暴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规模空前。演习调动了超过150艘舰艇、120架军机及10套导弹系统，参演兵力超过 1.5 万人，释放出强烈的战争信号。俄罗斯再度发生致命空难，乌克兰战场则迎来美方新一轮援助，局势愈发复杂。据俄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24日，俄罗斯安加拉航空公司的一架安24型客机在阿穆尔州发生坠毁事故。飞机原定飞往腾达市，却在距离目的地仅15公里处失事，造成机上49人全部罹难。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已证实事故，初步调查指事故可能与降落时的恶劣能见度和机组操作失误有关。机上共有43名乘客与6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5名儿童。令人震惊的是，该架飞机服役已接近50年，且坠毁前未发出任何异常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短短2个月内第2起涉及安24型号的事故。就在5月26日，另一架安24在伊尔库茨克州基连斯克机场降落时，因起落架断裂滑出跑道。该机龄更高达51年，反映出俄境内不少民航飞机长期使用、老化严重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目光转向俄乌战场，特朗普被曝向乌克兰提供了其第2个任期内的首笔军援。据悉，被军工企业已获得一份价值9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向乌方提供并检修布拉德利战车。据路透社援引乌克兰防长施米加尔的讲话，基辅方面2026年的国防开支至少需要1200亿美元。乌方正与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就其中至少60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进行磋商。近日，乌克兰多地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表面上是对政府一项新法案的不满，但更深层的意义则体现了乌克兰民众在战火中的清醒与坚韧。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22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引发争议的法案，
该法案将乌克兰反腐部门置于总检察长的管理之下。此举被指剥夺了乌克兰反腐机构的独立性，迅速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乌克兰议会此前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法案，理由是反腐机构疑似遭到俄罗斯渗透。乌克兰安全局近期逮捕了几名与莫斯科存在联系的反腐部门员工，令局势更为敏感。泽连斯基选择支持议会决定，并表示会继续清理内部的俄方间谍。但这一决定在国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基辅、敖德萨等多地相继爆发示威，人群聚集表达对法案的抗议，担忧乌克兰的反腐工作会因此停滞。这也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首次出现如此规模的抗议活动，迅速引发国际关注。欧盟方面也表达了忧虑。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关注，敦促乌方做出澄清。对此，泽连斯基作出回应，表示会向议会提交一份加强反腐机构独立性的法案。他没有回避乌克兰民众的反对声，但强调清理俄罗斯间谍的必要性。克里姆林宫方面则否认任何干预乌克兰内政的指控。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民众的抗议与反对声恰恰凸显了他们的韧性，能够在战时依然保持着清醒，对基辅政府的做法说不。2025年7月24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47天。尽管前线总体态势仍处焦灼，战场上却不断传出新动态，多个方向局部交火激烈。在苏梅边境，卫星地理影像显示，俄军于瓦拉齐涅东南方向取得局部进展，部分俄方军事博主宣称该地区已被俄军控制。与此同时，乌军在金德拉季夫卡与尤里夫卡附近展开反击，成功收复约 8.3 平方公里土地。库尔斯克方向，7月21日深夜，乌军特种作战小组联合俄罗斯自由军团，突袭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控制的苏贾外围阵地。乌军首先动用波兰援助的战友巡飞弹，摧毁了该部队的重要弹药库。该设施近日刚被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在随后的突袭中，阿赫马特部队迅速溃败，俄军在战场上遗弃大量新式 AK-12步枪。一名被俘的车臣上尉供认，在乌军全面进攻打响后，其部队即陷入恐慌并开始逃离。相关画面随后被乌军传播，在社交平台上24小时内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乌军控制苏贾南部与西部后，迅速展开围点打援，利用集束弹药打击俄第810海军步兵旅增援部队的一个摩步营。乌克兰空军则精准打击格鲁什科沃镇俄军团级指挥部，配合地面部队稳步向库尔斯克纵深推进。在库皮扬斯克至博洛瓦一线，俄军多点发起攻势，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在利曼方向的进展导致乌军放弃7个前沿战术支撑点。俄军亦趁势攻占利波维村，并在托尔斯克东部取得局部推进。顿涅茨克方向，俄军继续以滑翔炸弹结合高密度炮火推进，乌军则依靠复杂地形、预设阵地与无人机打击，整体防线仍保持稳定。乌方纽特警察联合旅在恰索夫亚尔击毙了俄军臭名昭著的新纳粹头目刺猬，但遗憾的是，该旅指挥官马克西姆·卡兹班在返回途中发生车祸，英勇牺牲。在波克罗夫斯克焦点区域，乌军在拉吉涅一线击退俄军进攻。然而，俄军已渗透至茨维罗维附近区域，正在威胁乌军市区防线。乌方情报确认，部分俄军破袭分队已潜入市区，乌军正展开清剿行动。分析机构 SW 警告，若俄军在两翼持续施压，乌军或将被迫实施局部防线后撤。在扎波罗热战场，乌军在夺回卡缅斯克村后，继续沿纵深方向向南推进，试图扩大战术战果。总体来看，虽然战线没有发生剧烈变化，但局部冲突频发，前沿对抗日趋激烈，表明战争仍在不断演化中。据多家欧美主流媒体报道，美国近日已将多枚 B61-12型战术核弹重新部署至英国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这是自2008年美军撤出核武以来，首次在英恢复部署核弹，标志着美国与北约核战略的一次重要调整。据《卫报》《泰晤士报》等消息，
B61-12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战术核弹，具备可变当量功能，爆炸威力从300吨至5万吨不等，最大威力约为广岛原子弹的3倍，且配备精确制导系统，适用于快速打击。该型号核弹未来将与英国采购的 F-35A 隐形战斗机配合使用，显著提升北约战术和打击能力。西方分析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是对俄乌战争与俄罗斯核威胁升级的直接回应，也意在巩固美国在北约的主导地位，同时通过战术和前置部署强化联盟的威慑力。欧媒称，美方正在推动北约核共用机制的实质性扩展，英国虽未正式参与该机制，但此次部署事实上令其功能性地加入进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军除重新部署核弹外，还在拉肯西斯基地修建新型核弹储存设施，并恢复相关核战术训练，显示此次部署可能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长期核战略的一部分。俄方对此迅速作出强烈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美方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并指责北约正在不可逆地走向对抗。俄国防部则警告，将视此举为军事挑衅，并考虑采取非对称回应。欧洲国家对此反应较为克制。法国外交部呼吁各方避免挑衅行为，德国国防部则称该行为属美英双边事务，不代表北约整体和战略升级。这种谨慎立场反映出欧洲在安全依赖美国与担忧和对抗升级之间的矛盾心理。在美国国内，共和党普遍支持此项部署，称其及时且必要，是对俄罗斯及其他潜在对手的有力威慑。但部分民主党议员则警告，战术和模糊性可能加剧误判风险，呼吁白宫公开风险评估与战略目标。这次核部署不仅是美国战略重心重返欧洲的信号，更可能预示北约核态势将朝前沿化、灵活化方向演变。在全球安全格局动荡加剧之际，这一部署被视为区域化和扩散趋势下的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9日，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的一场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态，呼吁乌克兰永远不要投降，也永远不要接受俄罗斯的占领。他还表示，阿方将就俄军击落亚塞拜然客机事件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紧接着，在7月21日，亚塞拜然政府宣布，自8月1日起，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俄语，并将给予商家2个月时间下架所有俄罗斯商品，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语言和经济联系。这是罕见的一记重拳，极具象征意义。亚塞拜然不仅从制度上切断与俄罗斯的文化纽带，还通过立法手段推进去俄化进程。这并非突发之举，而是长期累积矛盾的集中爆发。早前，俄罗斯安全部队在突袭行动中打死2名亚塞拜然公民，引发强烈民愤。阿方随即中断与俄经贸往来，并宣布将在3年内关闭所有俄语学校。如今，这一计划显然被大幅提前。近来，亚塞拜然在外交与军事层面频频出招，对俄罗斯步步紧逼，抓捕俄驻阿外交人员及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国公民，拒绝与俄方就经贸往来重启谈判，向乌克兰派遣志愿雇佣兵，与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签署纳西切万条约，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将战略敏感的赞格祖尔走廊租赁给美国公司，拒绝接见俄总统问题特使，提出对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和达吉斯坦地区主权诉求。这一系列操作直指莫斯科核心利益。面对亚塞拜然的强势姿态，俄罗斯也试图展示肌肉。7月15日，克里姆林宫召回驻阿大使，并在7月19日的最高安全会议上下令，从乌克兰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前线调回4.5万兵力，增援高加索地区。但美国侦察卫星所眼12数据显示，俄军仅调回约2万人，之后再无动静，凸显俄军人力捉襟见肘。如今的俄罗斯连在乌克兰维持现有战线都已力不从心，更难在高加索开辟新战场。阿利耶夫在全国讲话中提议深化与乌克兰和土耳其的军事合作。事实上，亚塞拜然早已与土耳其和以色列形成准军事同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回应称，若俄罗斯胆敢对巴库动武，乌克兰将攻击俄罗斯的后院。土耳其也表明立场。早在7月7日，
图总统府声明称，土耳其不会坐视兄弟国家受威胁。高加索不是乌克兰，土耳其有能力保护亚塞拜然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乌克兰教育部也发布新政，计划在2025年底前全面关停俄语教学，并禁止在校内使用俄语。数据显示，战争前有约50万学生学习俄语，如今仅剩345人。2014年之前，俄语曾在乌克兰社会中被视为上层语言，但克里米亚被吞并后，民众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2014年后，乌克兰迅速去俄化，禁止俄语议员发言，改街道名，拆除苏联雕像，封闭俄语学校，甚至在心理上也完成了文化切割。亚塞拜然此轮去俄化操作，是俄乌战争地缘外溢的一个鲜明体现。在俄罗斯尚未稳住乌克兰战线之际，高加索已然生变。如果这张地缘多米诺骨牌倒下，莫斯科不仅将失去南方缓冲地带，还可能彻底引爆一个新战场。届时，等待俄罗斯的将是更加深重的战略灾难。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